一位来自纽约的地铁工程师第一次踏上台北捷运站台，映入眼帘的是近乎一尘不染的地面和明亮有序的车厢。他不禁脱口而出：台北捷运的干净程度简直吊打纽约地铁，这不可能吧？这样的惊呼背后，其实反映出台北捷运长达20多年来始终保持整洁的惊人事实。台北捷运自1996年正式通车以来，每天服务超过200万人次乘客，却能让车站和车厢始终维持如新般的洁净，这究竟是如何办到的？本篇将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深入剖析台北捷运长期保持整洁有序的秘密，包括严格的管理制度、完善的维运机制、优良的民众素质、巧妙的建设设计、频繁的清洁作业、扎实的员工训练以及充足的经费配置等面向，并与拥有100年历史但环境较为老旧的纽约地铁系统进行多角度比较，看看是哪些关键因素让台北捷运在洁净度上大幅领先，令这位纽约工程师惊叹连连。台北捷运之所以干净，首先要归功于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乘车规范。最著名的一条规定就是全面禁止饮食，不仅在捷运车厢内禁止吃东西和饮料，连进出闸门区域的月台黄线内也一律不准饮食。这项规定写入大众捷运法，违者可处新台币1500元至7500元罚款。如此零容忍的态度，有效防止食物碎屑、饮料洒漏，在车厢内造成脏乱，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垃圾和虫害的产生。台北捷运公司强调，禁食令不仅是为了保持环境整洁，更重要的是避免食物残渣引来蟑螂、老鼠等害虫，可能危及电缆设备运作并造成行车中断。事实证明，乘客对此规范相当支持，普遍认为短程通勤不进食是合理的小规矩，换来的是无虫无鼠的干净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禁饮食规范从捷运通车初期便严格执行，几乎已内化为市民的自觉习惯。一走进捷运车站，就能看到醒目的图示和标语，提醒不能饮食。站务人员与保全也会巡视劝导，一旦发现有人偷吃东西，可能面临现场劝导甚至开罚处分。对比之下，纽约地铁并无类似的全面禁食规定，乘客可以在地铁车厢内饮食，仅规定不得乱丢垃圾和禁止携带未盖盖的饮料。纽约当局也曾讨论过是否应该跟进禁止饮食，但顾虑到通勤族和孩童长途乘车的需要而迟迟未实施。这种差异导致两地地铁环境截然不同。台北捷运因为没有食物垃圾，自然少了黏腻污渍和残渣气味。反观纽约地铁，车厢中常见食物包装和饮料杯遗留，甚至还滋生出让乘客闻之色变的老鼠大军。台北的这位纽约工程师得知捷运上吃东西会被罚款，瞪大了眼睛说，难怪车厢地板上看不到半片饼干屑，原来靠的是铁纪律。严格的规范培养了乘客良好的公德心，成为维持整洁的第一道防线。有了良好的规范还不够，台北捷运背后还有一套高效率的清洁维护机制，确保环境随时保持最佳状态。每天深夜捷运收班后，就是清洁团队大显身手的时刻。全系统117个车站配有超过600名专业清洁人员分区驻守，他们多由清洁承包商聘用，在乘客看不见的角落默默辛劳付出。一到深夜，清洁人员便投入车站大厅、月台和车厢内外的全面清洁，从地板到墙面、楼梯、电扶梯、扶手，每一处都仔细擦拭拖洗，垃圾桶的垃圾也被及时清空，地上的废纸杂物一一捡起。在列车部分，捷运公司设有自动列车洗刷机，每班列车回库时先经过机械洗净外观。更令人惊讶的是，每辆列车在进场后还要由人工进行除垢、抛光打蜡等深度清洁，整套流程长达6至7个小时。这意味着几乎每列车都定期接受如新车般的整理，难怪常年下来车厢外观依旧光亮如新。清洁人员对车厢内部更是一点都不马虎。根据捷运公司分享的幕后花絮，工作人员每晚逐节车厢彻底清扫，使用消毒清洁剂擦拭座椅、吊环、扶手和车门等乘客经常接触的部位，连角落缝隙都不放过。他们还会定期清洗车厢内的空调滤网及通风设备，确保空气清新无异味。如此全面的夜间清洁，
使得第二天清晨首班车一出现在乘客面前时，车厢依然是干净明亮，毫无昨夜人潮痕迹。台北捷运官方曾在社群平台贴出深夜清洁工作的照片，只见员工们俯身擦拭座椅与地板的身影。正是这群无名英雄的不懈努力，才让车厢总是保持如同新的一般。这位纽约工程师在凌晨特许参观时，亲眼看到台北的清洁人员为每节车厢忙碌打扫的景象，不禁赞叹，在我们纽约，很难想象有人会在末班车后这样彻夜清洗车厢。另外，台北捷运也建立了迅速应变的保洁机制，处理营运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污损情况。例如，若有乘客呕吐或饮料打翻，站务人员会立即通报清洁小组，先由站务或保全人员上车圈起脏污区域，防止他人踩踏。随后2名清洁人员火速赶到现场，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清理和消毒，迅速恢复车厢洁净。整个过程常常快到让同车乘客几乎无感，下一站上车的人甚至不知道刚刚发生过意外。正因为有这样的及时处置能力，即使白天发生零星脏乱，也不会扩大或长时间残留。相形之下，纽约地铁的清洁频率和效率明显落后许多。虽然纽约地铁号称也有夜间清洁，但事实上，每日的例行清扫大多只有简单的车厢垃圾倾倒和地板扫视。真正彻底的深度清洁，通常每隔约72天才轮到同一节车厢进行一次。换言之，一列纽约地铁的车厢平均1年也仅能被洗澡5次左右。再加上纽约地铁历来采取24小时不打烊的营运，除了近年疫情短暂关闭夜间外，清洁人员很难有充裕时间在没乘客干扰的情况下大规模作业。这也让许多车站站体和轨道区域的污垢常年累积，难以根除。纽约地铁的工作人员和预算编制也常无法满足清洁需求。有报道指出，近年纽约地铁因预算吃紧，一度缩减了数十名车厢清洁员的编制，导致车厢环境更加肮脏，乘客投诉增加。虽然纽约当局也曾投入经费研发特殊的轨道吸尘车，试图清除轨道垃圾，但这些机器常因技术问题效果不彰，无法彻底解决垃圾积存的困境。相对而言，台北捷运没有这些包袱，每天固定的营运结束时段就提供了宝贵的清洁维护时间，在困难的角落也有机会定期好好清扫保养。难怪在国际地铁评比中，台北捷运在可靠度、安全性和品质标准上曾经连续4年名列全球第一。整体维运机制的周延，确保了捷运设施从里到外都能随时保持在最佳状态。台北捷运所有车站月台自2018年起已全面加装了月台门，不仅保障乘客安全，也有效防止垃圾掉落轨道。这些坚固透明的屏蔽门是台北捷运建设设计上的一大特色。放眼望去，整洁的月台地面上几乎看不到烟蒂、口香糖渣或其他杂物，乘客候车时也自觉在门前排队等候，秩序井然。相较之下，纽约地铁的大多数月台仍是传统的开放式设计，乘客手中的垃圾极易掉落在轨道上累积。纽约地铁轨道区常年堆积的垃圾不但滋生老鼠，更直接带来火灾隐患。飞舞的塑料袋和纸屑触碰电轨而引发的小火警屡见不鲜。而台北捷运因有月台门阻隔，此类状况几乎从未发生。地下隧道内也很难看到大型垃圾。在车站建材上，台北捷运多采用耐磨防滑且易清洁的花岗石瓷砖地板和金属墙面，日常保养时只需脱洗抛光即可恢复光洁如新。站内灯光明亮充足，任何小垃圾都无所遁形，方便清洁人员及时发现处理。全空调的月台和车厢环境也是一大优势。空调系统不仅让乘客感觉舒适，还能过滤空气中部分尘埃，减轻灰尘积累。而纽约地铁许多100年历史的老旧站体通风不良，管线裸露，灰尘污垢随处可见，墙角地面也因长期缺乏翻新而显得又黑又黏。台北捷运在硬件设计上的先进与用心，无疑为环境洁净打下了良好基础。看到台北捷运月台门将乘客与轨道完全隔离，纽约工程师不由得感慨，我们纽约要是早装上这样的门，老鼠和垃圾问题都能少一大半。台北捷运的整洁有序，同样离不开广大乘客展现出的高素质与自律精神。在台北，
搭乘捷运被视为一件文明市民理所当然遵守秩序的事，乘客们进站自动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整个过程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乘客都能自觉维护环境，不在车厢内进食、饮水，不乱丢垃圾，垃圾会拿到站台或出口处丢入垃圾桶。许多人甚至连带一杯咖啡或奶茶进入闸门都避免，宁可提前在站外喝完或等出站再享用。这种守规矩的风气并非一朝养成，捷运公司和政府多年来透过广播、标语和宣传活动反复强调捷运礼仪，学校也教育学生在公共运输上要尊重他人，保持整洁。因此，从学生、上班族到银发族，大家在捷运上鲜少出现大声喧哗、乱吐的现象。如果偶有乘客不慎掉了垃圾，旁人往往会提醒，甚至帮忙捡起丢到垃圾箱，以形成一种互相督促的良好氛围。反观纽约地铁，由于乘客组成复杂，流动人口巨大，加上长期以来缺乏强制规范，公德水准良莠不齐，许多纽约乘客习惯在通勤路上解决用餐，一些人吃完汉堡薯条就随手将包装袋丢在车厢座位下或月台角落，给清洁工作带来沉重负担。更令人困扰的是，纽约地铁经常有街头艺人、贩卖小商贩甚至无家可归者在车站和车厢内逗留，他们留下的各种物品、废弃物甚至人体排泄物都可能成为环境脏乱的来源。曾几何时，涂鸦也是纽约地铁的一大公害。20世纪70、80年代的纽约地铁车厢几乎找不到干净的墙面和窗户，满车厢都是涂鸦和刻划的脏乱景象。虽然后来纽约地铁花了将近10年时间清除涂鸦，重新粉刷车厢，才让外观变干净一些，但乱丢垃圾的习惯却难以杜绝。就在2019年，一段纽约地铁车厢被垃圾填满的影片在网上疯传，画面中半截车厢的地板上堆满报纸、塑料袋、瓶罐和各种包装废弃物，几乎齐膝深，仿佛一座活动的垃圾堆。更夸张的是，画面中的几位乘客竟然习以为常地坐在垃圾堆旁，对四周肮脏的环境毫不在意。这段影片引起美国舆论哗然，纽约大众运输局局长安迪·拜福德也承认，显然这种景象严重违反地铁乘车规则，乘客不该忍受如此肮脏的地铁。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影片拍摄者拿给一位地铁员工看时，对方竟淡定地说：“哦，这很正常，我经常见到。”可见长期以来，纽约地铁的不洁已经到了某种见怪不怪的程度。对比之下，台北捷运的乘客和员工则把地铁当作自己的第二客厅，自觉保持干净，哪怕地上出现一小团纸屑，都会很快有人处理。不少来访的国外旅客对此赞誉有加。曾有美国媒体记者在体验台北捷运后就表示，禁止饮食和守秩序排队等良好文化让台北捷运的搭乘环境令他印象深刻。可见民众素质与文化差异对捷运环境的影响极其深远。对比图：2019年纽约地铁某车厢内堆满垃圾的真实画面令全球网友震惊。这样的场景在台北捷运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台北的乘客大都愿意遵守规范，爱惜公共环境，才使得清洁人员的负担减轻很多。有台北捷运的清洁员曾收到乘客致谢信，感谢他们深夜清扫呕吐物的辛劳，而捷运公司也不断呼吁乘客共同维护环境，例如在官方脸书分享清洁人员的故事，提醒大家喝酒后搭车最好有人陪同并备好塑料袋，以免造成他人困扰。这些举措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整体搭乘文化，让维护清洁成为每个市民的共识。相反地，在纽约地铁，可能很少有人会主动为清洁人员分忧，许多乘客对肮脏环境选择视而不见，导致脏乱恶性循环。台北在宣导公德和培养乘客良好习惯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捷运干净的重要基石。维护一个庞大捷运系统的清洁，光有规定和文化还不足够，还需要专业敬业的员工团队和持续的资源投入。台北捷运公司对于车站站务、清洁人员等前线员工的培训相当重视。例如，站务人员除了基本服务培训外，还特别学习如何应对各种车厢突发事件，包括乘客呕吐、饮料打翻等清洁状况的通报和处理流程。清洁人员则定期接受作业培训，
熟悉各类清洁剂和设备的使用，以及标准化的清洁步骤，以确保无论任何人执勤都能达到一致的清洁品质。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清洁人员常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对工作充满热忱。有旅客在深夜目睹一位资深清洁员利落地清理脏污，特地在脸书发文赞扬，捷运公司也转发公开感谢这些清洁同仁的奉献。台北捷运的干净明亮，可以说正是源自站务人员的高效率分工合作，以及清洁人员的细心维护。旅客写给捷运公司的表扬信从未间断，不论是清洁阿姨及时擦干洒落的饮料，或是捡到垃圾默默丢掉，甚至帮助身体不适乘客等等，这些点滴事迹都说明了员工的敬业与贴心。这种被尊重与被重视的工作价值感，又进一步激励了清洁团队的士气，形成良性循环。当然，维持高水准的清洁也需要充足的经费支援。台北捷运公司每年在营运预算中编列相当比例的经费，用于站体和车辆的清洁保养，包括支付清洁外包厂商的人力成本、添购清洁设备和清洁剂材料、更新老旧设施等。虽然台北捷运票价多年未涨，但透过广告营收及相关副业收入的挹注，捷运公司仍尽量确保清洁维护的经费不被缩减。甚至在疫情期间，台北捷运还加码提高消毒清洁标准，每日对车厢座椅、扶手、把手等乘客接触，除以漂白水进行全面清洁消毒，增加的成本也由公司吸收。相较之下，纽约地铁由于历史包袱和财政限制，在清洁上的投入常捉襟见肘。以往经济不景气时，清洁人员往往是首先被削减的对象，导致车站和车厢环境每况愈下。近年来，虽然 MTA 意识到问题严重，开始增聘清洁工并投入更多预算改善环境，但短期内要追上台北的洁净水准仍有很大困难。一位纽约市政监察官的审计报告就曾指出，纽约地铁只有极少数轨道区域达到了官方清洁标准，数百万乘客其实每天都暴露在不卫生的乘车环境中，显示清洁计划的力度和资源都远远不足。面对这种差距，台北捷运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不论财务状况如何紧迫，都尽可能保持清洁维护的投入，因为环境品质直接关系到乘客满意度和系统形象。从长远看，干净舒适的环境也会吸引更多人搭乘，形成良好循环。因此，台北捷运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仍凭借效率和决心做到了世界一流的清洁水准。这正是纽约工程师感到不可思议之处。台北捷运没有纽约那样雄厚的历史和资源，但在管理与执行上却展现了后发先至的惊人成果。综合以上种种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台北捷运常年洁净如新的秘密，并非靠单一方面，而是制度、文化、管理与科技的全面成功。严格的禁饮食规定和高额罚则，建立了明确的制度基础，市民良好的公德心与守法习惯，营造出人人爱惜环境的文化氛围，夜以继日的清洁机制和细致彻底的维护流程，确保了环境随时得到妥善照料。先进的硬件设计和适时的设备更新，让清洁工作事半功倍。专业敬业的员工团队和充裕的经费支持，为整套系统的良性运转提供了人力与物力保障。反观纽约地铁，虽拥有全美最庞大的运输网络，却因为规范松散、设备老旧、资源不足和管理困难等问题，在环境整洁度上屡遭诟病。这并非苛责纽约，而是历史发展使然。一个超过120年历史的地铁系统要彻底翻新，谈何容易？然而台北捷运的经验证明，后天的努力与管理完全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尽管台北捷运网络规模不及纽约，但在洁净度和服务品质上已成为世界各大城市捷运系统中的佼佼者。难怪那位纽约地铁工程师在亲身体验后由衷感叹，台北捷运把我们纽约地铁远远抛在身后，如果不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他的惊呼既是对台北的赞赏，也道出了许多第一次搭乘台北捷运的外国旅客的共同心声。最后，台北捷运20年不脏的传奇并非神话，而是全体市民与捷运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告诉我们，一座城市的进步往往体现在看似细微的地方，
比如地铁月台的一张纸屑，是否有人随手捡起？当制度完善，执行有力，全民参与，公共环境的整洁有序便不再是不可能的梦想。展望未来，随着台北捷运持续扩张路网并导入更新的科技，如智慧监控清洁需求、环保清洁剂等，相信捷运的维护效率将更上一层楼，为乘客打造更加舒适的乘车体验。也期待全球更多城市借鉴这样的成功经验，让公共交通不仅方便准时，更能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道亮丽风景。台北捷运的故事证明了，只要用心经营，每一班地铁都可以是干净整洁的移动风景线。这正是台北捷运傲视纽约地铁之处，也是值得每一位关心城市交通的人深思与学习的地方。